最容易解决。会不会年纪越大，他就睡眠呼吸终止了？有可能，因为他张力有没有？张力的关系，还有年纪大会睡不着，会乱吃安眠药，那更糟，然后就糟了。还有体重，体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，年纪跟体重是2个最重要的因素。是，真的呢，我老公好像瘦了之后就比较好一点，对，但他现在就是喝酒还是会打。他喝酒不能喝，因为肌肉张力一定是。那我会被他打，他不能喝酒，他会骂我，还是给他喝一点好了啦。好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打呼这个议题哦，其实真的是。不分老小哈。好，那如果说我们要一夜好眠，有什么样子的疗程是，可以让观众朋友稍微理解一下的，然后也可以做一些你要安排，对，跟评估的，一夜好眠哦，就其实。通常我会这样子讲啊，如果我们是，比如说是为了健康着想的，是睡眠终止症的，就刚才讲过，就是先做睡眠检查。对。那如果它真的很严重的时候，氧气浓度低到平均整晚低到90以下的话，我们就会建议他还是要先戴看那个所谓的氧压呼吸器，是来增加氧气浓度。因为这个戴的话，几乎100%成功啦。如果能够适应它，但是据统计，大概10个只有1个。有办法接受它对嘛？你看，那因为刚刚讲说，不管是去动哪里啊，什么扁桃腺啊、软腭啊、腺样体啊，然后这一些，那以前的手术我记得都是用烧的耶。对，就像我那个高中的时候鼻息啊，鼻息让我去烧过，可是我后来发现它还是会长，好像还是会长出来，因为你根本问题没有改变吧？是不是？那现在手术是什么啊？通常要看你部位。如果是鼻子的话，鼻子肉大的话，因为你只是烧皮嘛，对，皮会在长。所以我们事实上呢，如果你要比较彻底的话，是把空间做大。就鼻子来讲，我们是要用什么？用切割的方法，鼻腔是比较大，那个鼻肉没有用。你说用把肉切掉是吧？那不是这伤口很大吗？都是里面啊，都在里面内视镜的。对，切掉之后呢，它转的体积就转的够多，因为它下面是一个骨头，它皮会长，骨头不会长，你就转到空间，所以你只要说切割之后，永远不会再鼻塞。是的，鼻塞最容易解决，切掉就 OK。那再来讲到就是腺样体跟扁桃腺，那腺样体跟扁桃腺呢，事实上呢，它是一个退化器官。如果呢5岁以上还大的话，然后你又常会打呼，因为它造成的话，那就可以考虑把它割除。那一般割除来讲，以前我们是用传统的电烧啦，对。那现在有所谓的那个微创的电浆刀，它伤口比较小，然后比较精准，特别适合小孩子用。那从哪边进去？就是直接从嘴巴进去，外面都没有伤口。那是局部麻醉吗？还是通常小孩子，你只要牵涉到小孩子，他就永远不可能局部麻醉。他就是要让他睡觉，一定要睡着，所以你不用害怕那个过程，他一定很害怕，就算不痛他也会不愿意，看个牙也是要五花大绑，是啊，所以一定要睡着。而且现在的爸爸妈妈都非常心疼小孩子，小孩子在哭都是先骂医护人员。很少爸爸妈妈骂小孩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让他安静，对，让他舒服，让他舒服。所以现在有所谓的那个微创的电浆刀，可以比较精准的割除到，因为它热伤害小，传统电刀是热伤害大概300度的烧，那这个微创电浆刀大概100度，所以热的伤害比较小，伤口比较精准，比较小，所以会比较不痛。这样，那小的话修复期也比较短，比较短一点。那这样差很多。它会结痂吗？它事实上呢，伤口都是它不会结痂，它只是伤口复原。对，刚才讲的鼻肉切除就会结痂。对，因为我就记得我以前鼻肉切除，就是我弄完之后电烧完之后，我整个鼻子里面都是血块。对，所以搞了我1个月也不能呼吸啊，很不舒服。然后好了之后，怎么鼻子又塞了？那个鼻肉的话，一般我们以前都是用雷射。那你雷射烧表皮而已，那个很容易那大概是3个月到半年。如果你过敏性鼻炎很严重的话，那个很容易再犯。如果你真的过敏很严重的时候，我们会建议你直接用切除的是最一劳永逸。那切除的方法就是这种微创电浆刀吗？微创电浆刀针对的是那个腺样体跟扁桃腺。是不一样，就是腺样体跟扁桃腺。对。OK， 好，那传统的这种手术跟这个微创电浆刀的差别，对。第一个，因为传统的那个温度很高，大概至少都200度以上，伤口也比较大了。那微创电浆刀
温度呢，就算你用的再久再热，也不会超过170度，它的平均大概是70、80度而已，所以它的热伤害就小。是，对，技术真的很发达，很厉害。对呀，所以小朋友他们就是睡一觉起来之后，应该不会有很痛的感觉吧？不会，越小开越不痛。因为小的小朋友呢，他那个组织比较松软，他跟底下粘连也比较不会那么严重。复原也快了。年纪大，那扁桃腺如果常发炎的人那个粘连很严重，所以呢，那个效果反而没有那么好。但是小朋友那个微创电刀，它切割精准，而且它不会很粘连，它温度低，好切，所以特别容易这样。所以它的伤口呢是比较小的，而且比较精准的，伤害小，它复原快。大概复原要多久？它也是需要2个礼拜留置吗？通常我们会大概可以缩到1个礼拜。太棒了，快的。对，小朋友都特别快。所以小朋友复原，那几岁是他的黄金期啊？通常是这样子，只要5岁以上他有这些症状的话，呼吸中止或者是打呼、睡觉不安稳的情况呢，我们都是可以做这种手术的。真的啦，现在的妈妈要有一点医学概念，是啊，我们真的要多问，对，真的要多问多听。不要小时候人家一讲说要烧要干嘛，然后就很害怕。对，现在有这种微创电浆刀，但是如果像这个之佑姐她担心长辈啊什么有睡眠呼吸中止症的话，用这个也还不够，对不对？对，睡眠中止症它一样，这个电浆刀也是可以处理软腭的部分，所以它的范围是口咽的，也就是扁桃腺跟就先带去检查嘛。那如果是这些问题，也是可以处理的。了解我们今天真的学到好多，真的，本来以为只是打呼吵死人而已，就没有想到，哎呦，这还会危及到生命安危。真的耶！而且小孩子他睡不好，就会影响到学习啊。没错，所以我们不要急着骂他，他影响他背后的原因。你知道他影响学习，最影响的是妈妈的情绪。影响到妈妈的情绪，就影响到全家的情绪。没错啊，所以要让妈妈开心这件事情很重要。是的，就是我们要把家里的你本来觉得说就奶油然后觉得很烦的，对那个打呼，其实是寻找背后的原因，然后去解决它，对不对？然后听听专家的意见。原来现在技术这么好，对啊，真的要多问微创电浆刀，我们真的要多跟医生聊天呐，我们要跟他当好朋友。对，是啊，特别是小朋友，另外除了喉咙问题外，鼻子一定要控制好。鼻子也很重要，不要想说这个鼻子没怎样，那鼻子也会影响他的专注力。过敏一定要控制，这跟大家在最后。所以现在的那个医学这么进步，控制这件事情一定是可以做得到的，可以做得到。就是说大家不要太担心，好，现在技术很进步的啦。非常谢谢曾博文主任，谢谢我们3位妈妈，谢谢，也祝福大家了哈。这个好睡觉很重要，不要打呼也蛮重要的啦。好，赶快上我们婆媳当脸书粉丝团上面很多的好康连结，给我们按个赞之后就有机会获得好康的礼物哦。好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